入侵在先，丹麦、挪威首都遇袭，威胁欧洲。普京最新发言，击落俄战机，北约的选择。美国将专注国内政策，欧洲的安全要由欧洲人负责。俄国家禁卫军重装化，将参与前线作战。乌俄空中对决 ，F-16 拦截 KH-101。未来50年，俄罗斯人口可能减少25%。乌俄战争内幕，揭露普京的真实目的。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罗斯入侵北约的行为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丹麦、挪威的首都上空遭遇不明无人机侵犯，这是不是俄罗斯的又一次挑衅？路透社报道，在9月22日晚上，丹麦和挪威首都上空遭到不明无人机侵犯，导致哥本哈根和奥斯陆机场全面关闭。现在还不确定这两起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过在相似的时间发生相似的事情，说没关系，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事件发生之后，丹麦与挪威警方立刻展开行动，其中挪威报告了与该事件有关的情况，2名新加坡国民被拘留。火力军看到这个新闻时，到底是谁做的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但根据挪威警方发布的报告以及北约东翼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是俄罗斯的又一次挑衅，派遣特工入侵北约领空，无人机、战机都有了，现在又来一个特工入侵，不是没可能。至于俄罗斯派遣无人机进入丹麦和挪威，火力军觉得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从加里宁格勒到哥本哈根，直线距离不过500公里，俄罗斯无人机可以飞那么远，加上个头小，也很难被发现。至于飞到挪威，那就有点悬了，距离太远，还要跨过瑞典或者是丹麦的防空区，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所以挪威这边是俄罗斯特工出手，结果被逮到了。不管怎么说，在俄罗斯无人机频繁入侵北约领空的情况下，丹麦和挪威首都遭遇无人机侵犯，俄罗斯都有很大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又放出狂言，准备以军事和技术的方式来回应来自欧洲的威胁。按照普京的说法，莫斯科已经做好军事力量应对威胁，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炫肌肉，也是俄罗斯意大利香肠欺骗战术的一部分。通过展现实力，让北约投鼠忌器，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是时候做出选择了，是一直视而不见，还是当一次英雄？击落俄罗斯战机并没有那么难。早在10年前，北约国家就因入侵领空事件击落俄罗斯的索尔斯。在米格31入侵北约领空之后，多维莱沙卡利耶就明确指出，俄罗斯不仅仅是在检查北约边境，联盟应该认真对待这种情况。之后还提到了土耳其如何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2015年9月，一架俄罗斯苏24入侵土耳其领空，土耳其也对其发出了警告，但俄罗斯飞行员充耳不闻，不仅深入2公里，还在那停留了17秒。于是土耳其派遣一架 F-16上去就给苏24做掉了。虽然当时土耳其击落俄战机属于双方积怨极深，但是在俄罗斯无人机频繁入侵北约的当下，北约最好的选择就是将其击落，而不是谴责。言语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只有实打实的战损才能打痛俄罗斯。北约内部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很可惜，北约是一个集体，需要考虑大家的意见，这很难统一。比如美国，针对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北约领空，特朗普之前承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升级，他将支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没过2天，这个说辞就变了。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对普京的立场过于危险和激进，北约击落俄罗斯飞机的行为也是危险的。除此之外，根据路透社《金融时报》的报道，在8月底，五角大楼官员通知欧洲外交官，美国计划暂停向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波罗的海3国。按照美国的说法，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军方将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优先事项，比如保卫本土，而不是北约东部边界。特朗普之前也表示，对于美国来说，波罗的海国家既不重要也不值钱，他们应该学会照顾自己，于是军援就停了。当然只是暂停部分军援，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但这表明了一种态度，美国不想继续操心欧洲，从安全考虑，欧洲必须强硬起来。情况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拭目以待。乌俄战场，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组建坦克部队，这会对乌俄战争造成什么影响？英国国防情报局报告，俄罗斯联邦国家禁卫军的负责人维克多·佐洛托夫表示，禁卫军已经建立了坦克部队。从定位上看，国家禁卫军其实就是普京的私军，不属于俄罗斯国防部。平常有什么事儿直接向普京汇报，任务就是负责国内安全，确保俄罗斯政权的连续性。一般来讲，这种部队是不需要部署重型装备的，而是以单兵武器为主，然后加个轻型装甲车。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这样做？答案明显，参与战争。英国国防情报局声称，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的士兵已经部署至乌俄战场，大多部署在后方，但也有一些部分在前线战斗。那么国家禁卫军的参战会不会影响当前战局？俄罗斯国家禁卫军就是一支私人部队，承袭自沙皇时期以来的传统。当时的沙皇伊凡4世建立特下军，直接效忠于沙皇本人，相当于锦衣卫。在苏联时代，这种独立于正规军的力量叫做内卫部队，任务就是维护国内治安、镇压叛乱和守卫关键设施。在俄罗斯这边性质也是一样的，但编制就是大杂烩了。在2016年的时候，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内务部的内卫部队、特种部队以及其他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成立俄罗斯国家禁卫军。在组建时，总兵力大约为34万人，现在增加到了40万。按照俄罗斯官方的定义，国家禁卫军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打击组织犯罪，并保护国家重要设施。实际上，普京组建这支军队的目的绝非只有以上这些，还有增强个人对国家的直接控制，打击异己，维持各派系的平衡等等。大家想一想锦衣卫就知道了。如果一直按照这条路发展，国家禁卫军不会走向重型化的道路，坦克基本用不到。但问题是乌俄战争爆发了，在乌俄战争初期，国家禁卫军就已经参与乌俄战争。在这个时期，一般部署在前线部队的先头或后方，进入占领的城市或城镇，执行治安和维稳任务。俄罗斯当时的想法就是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国家禁卫军配备的都是一堆垃圾，只有轻型轮式装甲运兵车以及防爆装备，这是俄罗斯国内维稳的装备。结果大家呢也都知道，战争一打就是3年多，乌克兰人的抵抗程度远超俄罗斯的想象，国家禁卫军遭遇了很大的损失。在2022年的基辅之战时，国家禁卫军的士兵还会跟随俄罗斯正规军一起部署，只是很明显，轻型装备为治安设计的训练模式和后勤补给，导致这些士兵无法适应前线战场，损失惨重。在国家禁卫军里，特种部队的人员素质较高，可以从俄军特种部队的军事院校选拔，这一部分人可以快速适应现代战场，能力强，干什么都好说。但其大部分部队之前都是执行固定安保任务，由义务兵组成，不具备大规模常规战争能力。2022年9月初，乌军部队向俄军占领的巴拉克列亚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由于作战人员不足，俄军使用卢甘斯克动员兵、波罗的海舰队第11集团军残部以及俄罗斯国家禁卫军单位，填补了前线位置的空缺。但上述俄军部队无力抵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乌军在几天内便突破了俄军防线。在此之后，俄罗斯好像就看清了国家禁卫军的性质，不再将其派往前线，而是在后方执行安全任务。2022年10月之后，其伤亡人数大幅度下降，在2024年1月甚至直接达到了0。到这个阶段，国家禁卫军依旧没有走向重装之路，俄军没有足够的装备给这些治安部队，也没有必要。但是谁也没想到瓦格纳反了。2023年6月，普里戈金率领瓦格纳发起兵变，迅速向莫斯科推进。大家也都知道，瓦格纳不够勇，现在已经没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国家禁卫军正式走上重装之路。2023年8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新法案，允许国家禁卫军拥有包括坦克在内的重型武器。没办法，在瓦格纳的推进下，一支轻装的内部安全部队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瓦格纳直接一路推进到了莫斯科郊区。为了安全考虑，普京就为国家禁卫军配备了重型装备。只不过就战力而言，即使配备坦克，也无法影响乌俄战争走向。按照佐洛托夫的说法，国家禁卫军的确会配备重型装备，但不会接收缴纳的瓦格纳武器，而是通过俄罗斯年度国防订单采购新装备。成立坦克部队后，国家禁卫军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后方的维稳力量，而是可以承担更高级别的战斗任务。只是想要在乌俄前线攻坚，还差了一点，最直接的就是装备问题。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正规军的坦克都已经不够用了。火力军估计分给国家禁卫军的坦克不会特别好， T90M 想都不用想， T80系列损失的太多，也不太可能。根据俄罗斯国防工业的现状和生产线，最有可能的是 T72系列，比如升级后的 T72B3M， 有爆反、热成像仪，性能还能接受，反正比原来的 BTR80 这种轻装装甲车好了太多。只是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上， T90M 上来了都扛不住， T72B3M 也是如此。而且装备提升不代表战力升级，国家禁卫军的人员素质也是一个问题。在此之前，这支部队都是负责治安，没有经验丰富的坦克成员，缺乏必要的联合作战训练和战术经验。上战场后，这就是乌军的移动靶。就结果来说，国家禁卫军的重型化对战场的影响有限，俄罗斯肯定也知道这个问题。毕竟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了，明知结果却依旧重装化，那普京的真实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对内增强后方控制力。车臣或许会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之前不是有消息称凯德罗夫已经病危，车臣内部动荡，加上经济萎靡，说不定会发生一点意外。如果车臣国内爆发危机，国家禁卫军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并利用重型装备镇压。佐洛托夫曾表示，1991年苏联解体的教训就是如果面对危机，克里姆林宫需要果断采取行动，一支重装力量足以维持政权安全。总的来说，在国家禁卫军重装化之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转变为双轨制，一种是负责对外战争，在战场上磨损殆尽的正规军，另一种就是逐渐扩大的国家禁卫军。二者在定位上有一定的重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看普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在乌克兰上空，乌克兰 F-16 获得新战机，拦截 KH-101与见证者无人机。乌俄双方的空袭愈演愈烈，在近期的一次空袭中，俄军发射了579架见证者无人机、8枚伊斯坎德尔 M 以及32枚 KH-101导弹，空袭范围覆盖第涅伯罗、利沃夫、基辅与哈尔科夫等多个地区。乌军拦截了包括29枚 KH-101在内的583个来袭目标，拦截率达到了 94.2%。其中 F-16 拦截了绝大部分的 KH-101。乌克兰空军还特意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防空系统、地面机动火力组以及 F-16 战机飞行员升空作战的画面。画面内容很短，实际上 F-16 击落 KH-101还需要很多步骤。第一步就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包括地面雷达和预警机，探测 KH-101的发射和飞行轨迹，并将信息传递给空中的 F-16。在获取情报后， F-16 会以最大速度飞向 KH-101的预计拦截点，最后就是使用 AM-120 或 AM-9 进行拦截。从乌克兰发布的视频来看，这次用的是 AM-9， 大概率距离较近。理论上来说， F-16 的20毫米机炮也能用来攻击巡航导弹，只是难度比较高而已。更多时候，机炮会拿来对付见证者无人机。就当前的战况来看，俄罗斯无人机攻势相比之前有所削减，至少这段时间还没有破纪录。火力军怀疑俄罗斯这是想搞一波大的。彭博社援引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普京已经得出结论，想要逼迫乌克兰接受自己的和谈条件，升级战争是最有效的方式，并且认为特朗普不会加强基辅的防御。之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同意，于是俄军加强了对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打击。在8月份的时候，这种趋势极为明显。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克里姆林宫打算继续瞄准乌克兰能源网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现在还有消息称，普京在离开阿拉斯加会谈时确信，特朗普对深入的卷入战争没什么兴趣，这点都不用猜，从特朗普当选后就一直是这个态度，别说乌克兰了，连欧洲都不想管。不过特朗普不想深入战争，并不代表会放任普京。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普京对战争的立场让他失望。他曾经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争，反而变成了最困难的战争。现在甚至表态，乌克兰有能力赢回所有失土。普京的想法注定失败。战场之外，俄罗斯机密文件泄露，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真实目的曝光。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揭露了克里姆林宫的机密文件，其内容表明，由于战争损失和劳动力短缺，未来50年俄罗斯的人口可能会减少至 25%。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乌俄战争。乌克兰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伤亡已经超过110万，其中大部分是20岁至35岁的男性，这是人口金字塔的核心。战场死伤不断，普京还在一直动员。到了现在，俄罗斯企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教育机构则面临学生不足的困境，特别是远东地区，莫斯科从那里动员了太多的男性参加战争，劳动年龄人口大大减少。为了减缓人口和经济危机，俄罗斯官员建议招募劳工移民，但是在乌俄战争持续的当下，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可能成为破坏其经济稳定性以及大规模军事行动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了解这件事的时候，火力军还发现了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自2025年7月2日，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就停止发布人口统计数据。之前的人口自然流动报告数据应该包含出生率、死亡率、移民率和常住人口规模等信息，但现在没了，属于国家机密。俄罗斯新闻通讯社报道，现在能用来分析的指标只剩2个，分别是总生育率和第3胎及以后生育率。准确来说，从2025年3月以来，俄罗斯就不再公布任何人口统计数据。俄罗斯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掩盖该国人口结构崩溃。俄罗斯官方拒绝承认其自身人口灭绝的规模。政治学家阿巴斯·加利亚莫夫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评论，似乎高层有人意识到已经无法挽救局面了，人口统计学方法失效了，剩下的就是掩盖问题。过去30年，俄罗斯一些地区人口流失高达1/3，专家预测未来15到20年，俄罗斯可能还会再减少30%。人少了之后，经济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目前在诺夫哥罗德地区大约有55万居民，比苏联解体时减少了20万。15年之后，这里可能就只剩下35万人口。人少那就招劳工。目前俄罗斯的劳工移民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人，15年后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2500万至3000万。再加上北高加索地区持续较高的出生率，俄语可能会陷入边缘化。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不仅是人口结构的崩溃，更是文明的崩溃。为了保持俄语的正统性，普京发动了乌俄战争，把那些北高加索地区的人送上战场，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削弱北高加索。这或许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真正目的。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火力军只能说没有。早在2015年，俄罗斯人口迁徙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称，如果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会从目前的1.4亿减少到约8000万。在乌俄战争之前，收入水平低，对未来感到悲观。俄罗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莫斯科附近地区的人也是如此。战争打响后，欧美制裁进一步升级，经济持续萎靡，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在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为63岁，比东非国家卢旺达还要低。俄罗斯女性比男性寿命要高出12年。之前也就叙利亚这种战乱的地方才会在男女寿命方面出现那么大的差距。乌俄战争爆发后，这个数据还要更惨，也难怪俄罗斯不公开。亚洲方向，韩国又有新订单了，菲律宾强化与韩国造船业合作。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韩国最大的造船企业 HD 现代集团将在菲律宾开设一家新造船厂，总投资超过2亿美元，计划在2026年开始逐步投产。9月初，韩国 HD 造船与海洋工程公司首席执行官在马尼拉西北的苏比克湾进行了新船厂开工仪式，并表示凭借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技能人才，菲律宾正在崛起，成为新的造船强国。苏比克湾本身就是深水天然良港， HD 现代集团将重新开发韩国 HG 重工之前关闭的造船厂。按照菲律宾的说法， HD 现代集团的投资将使自己的年造船能力从130万载重吨提升到至250万载重吨，相当于每年建造8艘大型邮轮。苏比克湾也能用于军事。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亚尔德斯向媒体表示，苏比克湾造船厂可能成为美国军舰建造基地。除了韩国造船厂之外，其他船企也瞄准了菲律宾市场。没办法，太香了。虽然菲律宾造船业规模不大，但已经算不错了，属于全球前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菲律宾造船量为198万总吨，约占全球市场的3%，位居第4。不过最近有点差了，在2024年已经下降到1%，还被越南捅屁股，排名掉到了第5。于是菲律宾政府制定一系列帮助造船业发展的政策，并计划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地理优势吸引外商投资。在菲律宾中部宿务岛工业园区，日本造船企业长实造船已经下水了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散货船。澳大利亚传奇奥斯纳公司也在宿务拥有一家造船厂。有了那么多国家支持，菲律宾这下要起飞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北约会不会选择击落俄战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